我们今天来到2023年11月15号，中原标准时间9点整时间到了，我们讲师已经到了线上，好，邀请今日的讲师亚兰，请。今天这个挥手呢，有点沉重，看到啊，这是好，自己选了一个很沉重的题，其实也还好吧。对，好，各位大家晚安哈。这个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这一个服务员界这个一直都是很热的一个话题，募章。对，好，那其实我个人对募章的概念其实大概有印象开始，大概从我当罗浮的时候开始，那时候很有趣。那时候在民国80几年的时候，就有一次那时候因为我念屏东实院，好，那时候我们就是罗浮去那个赛嘉乐园，那时候有办一个我们屏东县的一个就是类似小队长训练营，经历然后他就叫我们罗浮去支援。然后后来那个时候，就是支援到后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有群长跟我说，等一下那个谁要来哦，他是3颗木章持有人哦，这个什么，就听起来就是那种一副那种位高权重的样子。然后后来那位服务员大佬就真的就出现在我们前面，就是一副这种，各位伙伴大家好，各位伙伴有什么问题就是讲话就是这样子，非常的庄重，那我们就不知不觉就会肃然起敬起来。然后我就会看到说，木章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问我们群长，木章到底是什么？然后他就说，木章就是那个，你看，那个胸口前面吊的那个木。心想啊，那就是木章哦，就是这样，对，就是这样而已，就是这样而已。就是我对木章的概念，就是其实就像很多大部分的人对于童军木章的概念一样，就是基本上木章你们在讲这什么东西？像有时候我在跟我团里面，就跟我们学校，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常常会因为童军要服务，然后出去，就是请公假要出去，然后我就会说，我要去参加那个服务员木章基本训练。什么是木章？就大家头上都是问号。对，就是其实木章这2个字其实你就会发现，就是好像如果你不是服务员，包括你就算你是童军界里面，你包括什么幼童军啊，或者是童军、行役，甚至罗浮，他们对于木章这个概念其实是模糊，他们不太会在乎你有没有木章这样子。但是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在服务员界里面，就是大家都会有点有兴趣跟热烈的讨论，会想要了解或者是什么。对，你看今天这个时间上来听的人数就会知道。平常这个时候没有这么多人，对，那大家就会想说，那到底今天这个主题到底是要来讨论什么样的东西哦？好，那我大概就是来我今天大概不会讲的太严肃啦，为什么？因为这个题目，说实在的，如果你们去参加所谓的木章训练或者是木章基本训练，你只要去参加这种服务员训练，你是去服务的也好，或者是你去参加训练的也好，其实你都会听到这样的课。然后这样的课他都会告诉你说，木章的来由是什么，它是怎样，就会讲一堆嘛。那当然啦，就是如果讲授课程的服务员的前辈、童军前辈，如果是比较资深的，或者对这方面有所涉猎的，那个听起来就会讲得非常的仔细，然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真的太了解了，整个木章的来龙始末都会听得非常清楚，大家都会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回事。但是我今天其实比较不想要去讲他们的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我今天比较想要探讨的是木章这样的东西对我们服务员来说，它具备什么样特殊的意义？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东西？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大概就必须，我大概先提一下我自己个人的这种木章的训练的一个过程。当然，我相信每个人的木章训练，参与木章训练或成为木章持有人，或成为助理心愿员，或成为训练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故事。好，那我只是说借由我的故事啊，我看到的东西，我经历到的东西，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在过程之中，然后有一些感触或有一些体悟，然后借由今天这个地方来分享给大家。
然后也帮助各位对于木章这两个字有比较正确或清楚的理解。这是然后当你清楚理解的时候，那你今天是木章持有人也好，或你今天是助理训练员也好，或甚至于训练员也好，那你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态度跟方式，让你脖子上挂的这2颗、3颗、4颗，然后让它更有意义。那这是我今天这堂课比较想要走的方向。好，那当初我踏进木章体系这件事，要从师院大4毕业前开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以前在师院是这样子啊，就是在毕业之前呢，我们就全校的毕业生就被迫，全部的毕业生都要参加所谓的幼童军的木章基本训练。所以以前我们受训的时候，我们的期数不是屏东县第几期哦，我们以前受训的基训是国家研习营，直接挂国家研习营第几期幼童军木章基本训练。因为以前我们一次受训就是7团8团这样子，就是很多团，因为一团如果40人算，我们一次毕业生大概假设有300多个人，差不多就是这样，这一次就是这么多人。那我们以前受训的时候，就是用国家研习的部分，然后去办这个基本训练。好，那训练完之后，然后每次我们在去参加这个训练之前，都会被告知啊，我跟你们说哦，学校都会跟我们说哦那你们以后到小学去都很有可能担任幼童军团长哦，所以你们一定要接受这个训练哦，什么什么。好，那大家都被洗脑了，好，那大家就会去受训。就后来到了学校说，真的，你有参加过基本训练对不对？好啦，那幼童军团长就是你，就是这样。好，从此之后就是担任团长这个工作。然后呢，一直大概过了几年之后，然后有一次就是因为以前的木章训练不像现在，现在的木章训练是办的，然后找学员很辛苦。现在的木章训练是这样，就是现在是办训练，然后学员很难找，然后常常都是人数不够延期，要不然就是人数不够取消。现在很多都是这样，可是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我们那时候在民国89年90年，我们参加训练的时候，不好意思，那个名额是分配的，就是他一年可能只办1次，或是2次，最多2次的。我大概印象里面大概是这样。好，那柚木或桐木，好，那形异木那就更少了。罗浮木根本没听说，有这种东西吗？还没有听说。反正原则上就是，幼童军、童军，这个是最多的，那可能1年1次或2次。然后办训练的时候呢，基本上它是用分配名额的制度，比如说，基隆市分配1个，然后台北市分配几个，台北县分配几个，那个时候还是台北县，然后你就会发现每个县市都有被分配名额。那以前还有听说就是，伙伴会为了那个被分配的名额不够，然后会有人抢着要受训这件事，听说啦。那因为呢，小弟得天独厚在基隆市，为什么得天独厚呢？虽然只有1个名额，但是常常都没有人要参加。对，所以那一次呢，我就是在公文上有看到，那刚好是暑假，他办在暑假啊，幼童军第100期幼童军木章训练，办在基隆市东四科营地。然后看，哇，办在基隆太好，我家旁边嘛，对啊，反正又没有人报，我就举手。就很有趣的话，就是那时候报的时候好像已经过了报名时间，因为公文来学校已经很晚。然后那时候去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记得主持人是张瑞松张校长，然后他就是破例啊，连基隆市都没有人，好破例，就让我去参加那个训练，对，100期的木章训练。好，我觉得这样子开启了我的木章生涯。对，那一次去的时候，其实还真心蛮震撼，很震撼，因为那一期听说因为是100期，很值得纪念的100期，所以各路好手都来参加这次的训练。好，那种童军界的好手，不是幼童军哦，是童军界的好手，工程好手、露营高手啊，都纷纷的参加这次的训练，然后不乏现在目前台面上的这些资深优秀伙伴，然后纷纷参加这次训练。那我们那一次训练参加6天完之后，真的被震慑到，哇哦，原来木章训练可以搞成很像伺候工程营，就是每个人的营地都是一堆的工程，对，你就看到睡一觉起来，哇，这个营地旋转门，什么都有，还有推车的，然后还有什么各式各样，还有迎门的，你就看1个晚上就有咯，就1个晚上哦。然后半夜2、3点，你就会听到营地里面还在那
还在那边做工程。我心里想说，因为参加过这样的训练，然后你会觉得，木章训练是不是都这样？因为第一次嘛，你也搞不清楚是不是这样。然后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们那一期很疯狂，就是一堆工程魔人参加了那一次的木章训练，然后就做了很多很多的工程，所以那一次很 shock。对，但是也因为那一次，然后就会觉得说自己很多地方是不足的。因为什么？因为幼童军主要的活动其实工程不是主要的项目的幼童军，但是问题是那个时候他对于所谓的营地建设这些东西，他还是比照童军的标准在要求这些幼童军服务。所以我们以前参加幼童军服务员的时候，哪有那个一样啊？3项工程都要搭好，哪像现在的训练基本上比较符合人性嘛，就是工程不要浪费太多时间，你们可能只要搭个餐桌就好，差不多就这样嘛，对不对？就是他不要浪费你太多，但是以前没有那回事，以前就是不管3项工程，然后告诉你，然后每一天都要有新的东西出现，然后他阻止无限量供应你，但问题是他就会告诉你说，每一天都要有新的东西出现，就是比照所谓的头目章或甚至于形意目章的东西，然后都要求你，然后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很困难的，就是你必须要去做造，你就是去找砖块，去找泥把它糊好，就是真的就是一路就是走所谓的我们以前童军的这种野外的露营方式。对，以前是这样子走。那再来的话，就是以前的训练来说，好，那这个部分我等一下后面再说。然后那因为参加过这一次训练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很多东西是不足的。他没有进来。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基隆市后来有办了一期，你干嘛早上不起来？那我就非常开心的去参加，因为想要多学一些东西。那时候我的起始动机就是这样，就是我想要多学一些童军技能。然后我就从童木机开始参加。好，那我就跑去参加童木机，然后接下来呢就跑去参加形意木章啊、童木章，就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我的木章过程大概就是这样。那参加完这些东西之后，真心学了不少，因为那时候伙伴里面有一些真的是工程好手啊，有一些是露营高手，然后就可以趁这个机会跟他们学习，大家趁机学习。那时候其实并没有想说我要拿多少木章或干嘛，纯粹就是一个想要学习童军技能的一个心情，然后去参加这样的训练。对，然后后来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那我们受完训，然后我们拿到木章之后，好，那接下来的话，因为有在外面有就是开始有一些就是我们基隆市的童军前辈发现，因为基隆市的服务员人数并没有那么多，很多都已经很资深了，所以慢慢的就会希望我们这些年轻的服务员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就常常被抓出去服务。然后服务久了之后呢，然后慢慢的就会被人知道说，基隆市有你这个人这样子，然后常常会出来服务训练的部分。然后服务完之后，后来就是被推荐去参加那个助理训练员训练班，然后第15期，好去参加那一次的训练。然后参加那个助理训练员训练班的话，然后我第一次就是去参加训练被冷气吹到感冒的那一次。因为助理训练员训练，他其实他基本上是这样，他没有什么室外课，他就是通通都坐在教室。然后呢，因为那一次我们是在明道大学，那时候好像叫明道管理学院，那时候好像还不叫明道大学。然后那我们的座位刚好在那个整个中间，然后冷气呢2台那个大的箱型冷气就往中间吹，然后刚好吹在我的位置上，就吹在我的位置上。然后我们是睡学校宿舍，那学校宿舍、学生宿舍也是一样，那个冷气就是吹到这样子。我第一次在那边感冒，就是我的3科训练，然后每天就是坐在那边研讨3科木章的内容。好，那大概就是这样，这是我第3科的训练。然后后来就是依照规定去做了一些服务之后，后来顺利拿到第3科。好，那接下来就是还是持续的服务。那因为拿到第3科了，所以就开始有要组织训练或干嘛，基本训练。一直大概到2021年，就是前年的时候，然后就受推荐去参加所谓的4科的木章训练。好，那一直到前一阵子我在办25期木章训练的时候，拿到第4科木章。好，后面的过程我就省略不说，因为后面的过程其实有点漫长。那这是我的木章历程。对，那我这个地方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以前的木章跟现在的木章到底有什么差别？就是在受训上。
啊，因为有些伙伴可能没有机会参与，不会像我们年纪稍微多一点，那可能有机会会参加到前面的。其实我个人的还不是算很前面，因为其实有更资深的伙伴，还有那个更前面的，对。那大概我这边有整理出来的，就是以前跟现在的差别的部分哈，就是第一个，刚刚其实我里面已经有讲到了，就是募章训练基本上它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以前的募章训练基本上真的是可以碰到全国各地的伙伴，因为他一年可能就是办1次或是2次，对，然后来的话真的是来自全国各地，台东的啦、屏东的啦、高雄的、台中的都会碰到。对，那现在的话，因为办的期数比较多，所以的话就是你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台北市办，你可能顶多就是新北市、基隆市或临近或桃园的，最多就到桃园的啦，差不多到桃园就差不多了，到宜兰也差不多了，北台湾大概就这样。对，就是因为现在办的期数多，所以很多服务员想参训的话，就会尽量选择离家近一点，但是以前没有选择。好，那再来的话就是以前的话，训练就是6天，而且是连续6天，它没有什么分阶段哦，拍成国一关台期就是6天，看是星期1到星期6还是星期2到星期天，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哦，就是以前的募章训练，大概只有谁比较有机会可以来呢？公家机关、学校单位，就是这种可以请公假出来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比较资深的童军，我不要讲大佬啦，因为我觉得讲大佬好像也很奇怪，就是这些比较资深优秀的这些前辈们，你有没有发现很多都是校长，要不然就是什么什么主任，要不然就是什么教育局的局长，哎，就是这种公部门体系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因为是连续的关系，一般民间的比较没有机会去参与这样的训练，所以几乎都是只有公部门的人有机会参加。而且以前的童军团是依附在学校体系里面的，所以你就会发现都是这些人出来训练。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样的缘故。那再来后来因为社区团的蓬勃发展，然后后来就是研习营这边开始去调整它的那个受训的情况，开始会有一些弹性出现，就是开始有那个2阶段的5、6日5、6日，因为还是6天嘛，然后还有3阶段的6日6日6日3个礼拜，就是慢慢开始有一些弹性。那这些弹性就是为了要让社区团的服务员有机会参加募章训练，所以当这样弹性出现之后，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可以参与募章训练，然后呢就是取得募章，然后后来一直发展到后面，就是前几年不是有疫情吗？对，出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嘛。对，那个时候就开始有所谓的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减少人跟人之间的接触，然后就会做一些调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可能有些人是那个时候参加的，就是那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开始有所谓的线上课程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对不对？就是募章训练，然后后来慢慢从6天改成5天，然后线上训练，然后有2天是线上课程，然后3天呢是实体课程。对，那就开始做这样的调整，然后后来就是演变成到今天这个情况，就是5天的募章训练。那募章训练呢，它的整个的课程演进呢，就很像三国时期的天下大势一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那个课程其实是不断的演进啦，就是像之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之前是自幼募章，对不对？那现在的话又拆开了，变成自龄募章，然后幼童军募章。这当然是因为在研讨研习营课程的时候，发现了有2个合在一起，其实没有那么适合嘛。对，因为发现两套的东西合起来就不是那么的合适嘛。对对对，就像那个有人常问我啊，那个淡水河跟那个不就是那个浊水溪跟高屏溪为什么会分手？对，因为他们不适合。啊，对不起，有点冷啊，就这样，就是这2个不适合，所以后来又分开了。但是你会发现童军跟行义的部分，合起来好像还不错啊，就是这样。
好，原则上大概就是这样。好，那不管课程怎么演变啦，那目前的话，它就是所谓的5天，好，就是5天。那5天的话，你就会看到有各种各样的弹性出现，什么2+3、3+2，我还有看过那个1+4的，对对对，就是各种弹性。那其实这种各种弹性的目的只是为了一个，就是要方便好各位，就是非学校团的这些社区团伙伴，减少请假的机会。就是尽可能的能够满足大家能够有机会去参与这样子的训练，好，其实目的就是这个而已，对。然后你看之前都是6天的课程哦，硬缩成5天，而且在课程的安排上，你会发现课程其实这几年它都会有固定年限，然后会去针对原本的课程去做一些修订或改变。当然，不管是修订的大改或小改，然后不管你怎么改，都会有人有意见啊，这个不用怀疑，因为毕竟每个人对训练的一些看法会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那做了哪些调整，原则上会去调整，基本上一定是有要符合所谓的目前现今的一些现况，比如目前我们现在同军身处的环境也好，社会的氛围也好，然后或甚至于整个课程的设计，好，必须要跟上时代潮流都好，啊，原则上一定会做一些调整或改变。那我们身为服务员的，也必须要根据这些的改变，然后也要做本身也要做一些的更新。好，你总不能永远都抱着那一套，然后从头弄到尾。好，那样子其实对同学来讲也不见得是好事。当然改得好或改得不好，那见仁见智。但是我觉得童军要思辨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因为你要符合时代的潮流，要让青少年永远对这个活动感到有兴趣，或者说要符合他们对于童军的一些想法，然后借由他们的兴趣去引导他们。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变革其实没有错。好，那只是说改的话，改到后面是大家赞同或不赞同，那就是见仁见智。那如果不赞同的声音多，那可能是又要做调整。就像我们的志玲跟幼童军一样，当初合在一起，现在他觉得不，然后又分开。对，这基本上这也是有经过讨论，不是说谁说了算。好，原则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概念。好，那再来的话，还有那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再来就是辅导的时间。哦，那以前我受训的时候，受完木章训练，我们的辅导期呢是1年，整整1年。就是你受完训之后，你要是马上跟辅导，然后开会说要做承诺，那你的承诺就是1年，哦，不可能提早，它就是1年或1年多。所以那时候我做完承诺1年之后，我就请我的辅导来看我大概做了什么，然后辅导才签合。所以我通常都是等到训练之后1年，我才拿到木章。对，那现在的话，就是这个资格的部分似乎没有那么严格，就是现在的话就是6个月以上，至少6个月，半年到1年。好，半年到1年，好，半年是最短的。也就是说，对于伙伴们拿到木章这件事，基本上已经缩短到就是只剩下就是最快可以半年拿到这样子。好，大概以前跟现在的不同。那再来就是上课方式的改变。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蛮显而易见的啦，就是现在的训练，其实在一些细节上的一些调整，都是已经符合所谓的现代化，甚至于科技化，其实并没有墨守成规这件事。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训练，好，以前哪有什么发什么炉子，没有啊，发什么瓦斯炉，没有这种东西。以前最大的恩惠是什么呢？发一个铁罩给你，就是你工程还没有完成之前就发一个铁罩给你，那你还是一样要生火，那可能就会发原子材给你。我不知道现在原子材还有多少人在用，以前就是发原子材给你，你还是要生火啊，干嘛的？对，但是你就是在你的工程打好之前，就是会给你这样的东西。以前只要看到那个东西就感恩戴德，哇，好棒哦，哇，有这个可以用。那现在不是啊，现在你看现在的调整就是现在去年来说，当然啦，如果是桐木或习艺木，可能还是会比较走以前的路。但是如果是幼童军的木章或者是志玲的木章，就会开始发瓦斯炉或干嘛，因为他不希望你花太多的时间在
做这些工程，他会希望你把时间然后去在研讨课程上，而且幼童军服务员或者是自营童军的服务员，他在工程方面不需要这么的花太多的时间去处理这个部分，这是目前现在研习营的对课程上的考量，就是开始有做一些调整或规划，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比较死板，然后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就是一定要走那种比较原始的露营风格，会有跟上这样。那现在的话也可以，以前的话那个帐篷一定要搭在野外，一定要打钉子或干嘛，现在其实也不见得一定是这样的。对啊，那原则上就是他会做一些比较符合的一些调整。那在课程的内容，在上课的方式，以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会拿到一本完全空白的笔记本，完全空白，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个10行纸那种课，都顶多封面写一下那个个人资料，翻开就是空白的。然后空白要干嘛呢？接下来的我们的服务员就会把那个成年的那个写在布上面的那种大字报，就会把它拖出来，然后在那边，然后大家就在那边闷着头拼命写，也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然后就拼命写，然后那个前面的那个资深的前辈就讲的口沫横飞啊，我们也是振笔直书啊，对，就是每个人都非常的兢兢业业的在上课。对，那以前的上课条件是现在好像就不是了嘛。你看现在那个学员手册打开，哇，好精美哦，有些根本都不用抄，都已经帮你印好了，然后 PPT 一张一张的 po， 对不对？那个服务员也是顺着 PPT 讲，有时候还有影片协助，对不对？看看影片大家也是，对啊，所以现在的训练品质比以前真的是好很多很多。那当然这个是时代的进步啦，但是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对于训练这件事，我们会越来越在乎所谓的来受训的学员是不是真的能够学到东西，然后是不是真的能够与时俱进。对，那这是我们大概木章训练的有一些的调整，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不管调整是什么，那我觉得我们对于木章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想法跟认知哈。好，那我相信今天进来听的大部分都是至少木章持有人以上。那我不知道各位对于当初你来拿木章的想法是什么，但是我有大概稍微翻了一下，就是木章的这个一些历史的一些缘由。好，那我今天就不再讲什么皮神代表什么意思啊，领先那个我觉得我就不要花时间讲了哈。但是当初是木章训练的这一个东西哈，比如说2颗木章、3颗木章、4颗木章，木章的领巾、领圈，其实它其实是有结合到一些所谓的徽章制度的，它其实是有的，我必须说它是有的。对，那一般来说，我们一般徽章制度我们会用在所谓的各级童军，比如说支灵、幼童军、童军或行义，甚至于罗府。然后它会有一个挑战，有一个阶段性，然后鼓励大家能够就是去针对这些徽章呢，然后来去做挑战，或是去积极的努力的去获得这些徽章。那借由获得徽章过程，然后可以学习到很多童军应有的知识或应有的态度都好。徽章制度是用来鼓励，就是这些各级童军。那我们服务员的徽章在哪里呢？其实你就会发现，我们服务员的徽章搞了半天，这跟这个木章似乎有蛮深切的关系哈。为什么要这样讲？你看，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我们一般成年服务员，如果你还没有受过基本训练的，通常如果说我们在团里面，可能我不知道各团的处理方式是什么，但就是你如果说没有做任何的训练的话，那至少就是你可以穿着童军的制服没有问题，你可以穿上服务员，但是领巾的部分，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看各团。那有的团的话，它的处理方式是，你去参加基本训练的，我就会拿团领巾给你。有的是这样弄啦，但那有的也没有，就是你只要参加成为我们团的服务员，没有受训没关系，我也会给你领巾。OK， 大概就是这样。但是不管你怎么操作，你参加过基本训练之后，
你就会发现我们会有多一样东西，叫做皮的领圈，就是这一颗，就是我们这皮的领圈，这一颗。哦，那皮的领圈这一颗，就是你只要参加完基本训练之后，你就可以佩戴的皮领圈。那这个皮领圈的话，大家也都知道啦，它根据所谓的什么土耳其什么人头节去设计的一个这样子的你的什么木章的皮领圈。对，好，那基本训练原则上大概就是你就可以佩戴这样的东西。那接下来的话，受了木章训练之后，然后完成承诺之后，你就可以获颁一条木章的领巾，然后一个皮绳，然后2颗木章。好，那历史缘由我就不再多说。好，那再来的话，如果你参加所谓的3科的，就是助理训练员训练班，你参加了助理训练班，那你完成了助理训练员训练班的要求的事情，比如说你要参加几次的服务啊，像这种规定哦，其实我就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这样说会不会太直接？就是感觉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概念，就是今天是营主任是谁，那这个规定可能就会是这样。那今天如果换了一个营主任，可能规定又会是那样。但是你会发现木章的部分比较不会变，可是你就会发现在所谓的3科木章训练或者是4科木章，也就是助理训练员或训练员的部分，就会有因为营主任的更换，然后有一些规定的微调整，或者是巨幅调整。因为人的不同，然后就会有一些认定的问题。好，那这个部分不是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内。OK，这个是八卦，不用讨论。好了，原则上大概就是这样。好，那就是你按照规定，然后完成了你该做的事情，然后你就会获颁第3科木章。那4科的训练也是，然后你经由推荐，然后你去参加4科训练之后，完成了该做的事情之后，实际课上也做了或干嘛，那接下来你就可以获颁第4科木章。那你就会发现说，哎，我刚刚说了，其实木章训练这个，其实木章这件事情，它其实原本的设计是有一点结合所谓的徽章制度在里面，这个是给所谓的服务员的徽章，对。但是你就会发现，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因为是这样子，它有隐含在那个里面，所以有些的服务员他就会把收集木章就会去做收集木章这件事。对，那当然了，如果说你去接受这些所谓的木章训练，你的目的是为了要帮助孩子，是为了要帮助团里面的孩子，你的目标是借由接受木章训练，把学习到的东西，然后带给自己团内的孩子，帮助他们一起成长，或帮助团里面的服务员一起成长。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OK，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参加各式各类的木章训练，然后你可以去了解到各类木章训练的不同。对，你可以去了解这受训内容的不同，然后可以借由这些不同的内容去帮助不同阶层的童军，我觉得这很好。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有些时候有些服务员他其实并不是不是这样子的想法，他可能纯粹就是我去参加这个东西，哎，我拿到2颗幼童军，嘿，我再去拿童军2颗，哎，我再去拿行义2颗，我再去拿智灵2颗，哎，罗浮再拿2颗，哇，我有10颗哎，我比贝登堡还多颗。就是有些人的想法就会变成是这样，他会去收集那个木章。对，那他到底有没有实际在带团，或实际有没有去帮助到小孩？其实不见得有。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服务员，他们是真心想要去学东西，然后学来帮助孩子。那但是我必须说啦，我看到的有一些伙伴并不是这样的，他把这个东西当作是收集的那种概念，我去收集这些木章。其实有时候你反过来想想哦，你就说啊，这木章就2颗木头而已啊，办得到这样吗？对，就其实你就会想想，你就会发现，哎，那为什么我们服务员其实为什么对这个东西会去做这种积极的去争取或干嘛？好，那我必须说啦，就是其实
有时候木章挂在自己身上。记得我当初也是那一个，就是很希望能够拿到木章的那个年轻服务员。对，然后当我拿到我人生中的2颗木章，第一个2颗木章的时候，挂在脖子上之后，我终于发现，我所背负的不是这2颗木章到底有多帅，不是我脖子上的这条领巾到底有多美丽，而是责任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当我挂上这2颗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基隆市，我的辅导啊，就是江正吉前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人认识他，或许比较资深的认识他，因为他是基隆市唯一的一颗4颗幼童军的木章持有人，他是唯一的一个，所以呢，我就是他唯一的要说入门弟子吗？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基隆市办了很多的基本训练。然后那时候就是他就会带着，亚当有没有空出来服务一下？我说好，那我就跟着他一起服务。你知道在服务的过程之中，我没有被少骂过，你知道？这游戏怎么这样玩？这不能这样玩，什么什么？你就会发现，哇，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出去服务，因为其实有时候受完木章训练，然后拿到木章之后，可能真的会觉得自己还蛮厉害的。但问题是，等你去参与那个所谓的木章服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塞，你什么都不是，原来你不会的东西还很多。然后那个基本上那个我的前辈会不断的要求我们。然后他其实那时候讲了一段话，其实我终身难忘啊。他说：“你知道我们办训练，你是训练组员，你是基本训练的训练组员，你要把正确的东西交给人家，不是这样随便弄一弄就算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真正了解到脖子上的这2颗到底有多沉重。那我就会发现啊，是啊，因为我本身是老师嘛，我就会知道教导正确的东西给孩子这件事情有多重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发现这2颗挂在脖子上，不仅仅只是你在童军服务员的一个小小的不只是成就而已，它其实更多的是责任，当然也是荣誉。我必须说，其实木章挂在我们的脖子上，其实代表的就是责任跟疗愈，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责任。我必须有责任把这些基本训练的这些人能够培养出，就是一个就是正确的、有正确观念的也好，具有正确知识的也好，或有具有正确能力的服务员，然后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团里面，然后做正确的事。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严肃，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你现在你处理的是训练工作，而且你回到自己的团里面，基本上因为其实他在木章训练的设计来说，2颗、3颗、4颗，其实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2颗、3颗、4颗，其实它有被赋予一定的意义。好，那我必须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2颗木章基本上它的重点在于培育所谓的一个具有正确观念知识的团长。我们一般讲简单一点，它就是一个合格团长的训练。所以它跟基本训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你会发现基本训练它在实务性的操作比较多，然后它在木章训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的高度会拉到团长的高度。好，开始要学习团行政啊，对啊，当然有些东西跟基训是重复的，没有错。但是你就会发现，就是你在木章训练学到的东西，其实就是团长身为一个幼童军团长该要有的知识跟该要有的眼界，你会被拉到团长的高度。所以其实以前我们在讲木章训练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合格团长的训练的概念。那一般来说，就是一般服务员，如果你今天的目标只是想说我要把这个团带好。我要让我团内的孩子能够真正享受到幼童军的乐趣，童军的乐趣。如果你今天目标在这里，那我觉得基本上你拿到2颗木章的时候，你就把2颗木章团长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好，那如果你有机会出去服务所谓的基本训练，好，那服务完之后，你觉得参与服务员训练这件事情，你有高度浓厚的兴趣？或者你觉得在这个当中，你觉得能够帮助到其他就是这些完全没有接触过童军的这些服务员，可以帮助到他们，然后让他们回去自己的团贡献自己的心力，你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的话，
那我个人会觉得说，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建议你鼓励你往3科的目标前进。为什么呢？因为三科目章就是所谓的国家原型营的助理训练员。那助理训练员呢，他的主要的目的，3科以上，3科也好，4科也好，你的重心就不会只在你们团里面的，你的重心会在训练这2个事情上。当你成为就是往3科就是所谓助理训练员这个地方走的时候，你的重点在于如何培育合格的，或者说培育合格的服务员，童军服务员，童军义务服务员。那3科的部分呢，助理训练员的部分呢，他也有必须要去协助募章训练的进行。所以你如果说你拿到3科，你可以办所谓的基本训练，那你也可以去参加所谓的募章服务，包括担任募章的小队辅导、副团长啊，你也可以参与那个有一些课程的讲授跟训练，基本上你有3科募章的话，你就可以参与募章训练的这些东西。对，那如果你今天觉得说，哎，我想要再往上，然后能够培育优秀的团长，对，就是我希望能够帮助一般的服务员可以成为合格的优秀的团长。那接下来你的下一步就是所谓的4科募章训练，也就是训练员的训练。当然，越走到上面，那他着重的东西就像爬山一样，会越爬越高。那你看到的东西就会越看越广，就是你的角度、你的思维就不会再是你自己的团，你看到的是我要怎么样培养优秀，不要说优秀的团长，合格的团长，让他们能够推展童军运动。所以爬得越高，其实责任越大，你必须付出的心力就越多。哦，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因为当我拿到4科的时候，我发现各种邀约不断出现，就是什么东西都会找你耶。啊，这个什么训练也找你啊，这个什么活动也找你，因为你是这个地区里面少数拥有4科募章的人，所以什么东西都会找你。4童军会什么东西也会找你，然后募章训练也会找你，基本训练也会找你，然后有问题的一些伙伴也会来问你，就是你仿佛已经变成了那一个神主牌上的那一尊神，就是所有事情都会来找你。我记得以前我们基隆市有一位已经过世的前辈，就是李志平那个前辈，他有一次半开玩笑的跟我说啦，他说你知道我们4科募章持有人就很像应招男一样啊。我就这样看着他，我说哎，你为什么会这样讲？他说你不知道，对，就是当别人对你有提出要求或的时候，你不能拒绝。他就直接丢了这句话给我，那我就说真的吗？真的吗？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拿到4科募章。那真的吗？真的吗？对，那等我真的拿到的时候，我发现，哎，真的，真的就是你会有一个责任在那边。那这样的责任在于，就是你会希望，当你配挂在第4科募章在自己的脖子上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对自己的一些自我期许。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有几点，就是当你身为募章持有人，不管你是2科、3科、4科、2科、3科、4科，不管你只要挂上了募章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正确的概念。第一个，你要对自己现有的募章，然后要有一个深切的期许，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募章持有人。当我是2科募章的时候，那你的期许就是我要怎么样担任一个合格的团长，然后来帮助我的团，哪怕现在团长不是我，我也要有团长的高度去做好我在团里面的任何一件事情，我就是帮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好，帮助团内的服务员大家也能够彼此的成长，这就是身为募章持有人应有的责任。就是你不管你拿到2科的时候，当你拿到3科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思考，我要怎么样在我的训练里面，当我是主持人的时候，集训主持人的时候，我必须要在我的训练里面，我希望给来参训的学员，他们能够学到什么样的东西，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去帮助他们的孩子。然后当我是4科木章的时候，然后我是木章训练的主持人，你脑袋里面思考的就是我要怎么样在这个训练里面帮助来参加的学员，除了合格的团长之外，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跟条件去帮助自己团的服务员也好，团员也好，然后让他们能够不断的成长进步。也就是说，你必须当你配挂这几颗木头在自己脖子上的时候，你必须要对自己有一个自我的期许。如果你今天不想成为那样的人，你就不要去拿那样的木章，因为它代表的不是阶级，它代表的是责任跟荣誉。回到刚刚的重点，不是4颗木章比较大，没有那回事。4颗、3颗、2颗，其实代表的只是责任的分工而已。一场训练下来，有2颗木章的，有3颗木章的，有4颗木章的，基本上大家都是服务伙伴，只有分工的问题而已。2颗木章的在木章训练面就是从事事务性的工作，3颗木章的你可以参与所谓的团集会，那你可以担任小队辅导。那4颗木章的你就担任营务顾问，然后上课当主持人。原则上这只是分工而已，它不代表阶级的问题，因为来服务的就是伙伴。再来第2个，你的木章越多，你的责任就越大。好，这个刚刚已经讲过了。再来提醒大家，不要成为木章猎人，不要把获取木章当作是你主要的目的。请思考木章挂在我们服务员脖子上之后，它所赋予给我们的意义跟责任。2颗、3颗、4颗，说的难听一点，谁最多颗？那个当年的那个祖鲁族酋长那个最多颗，那一串600多颗。之前看那个行义团那个林行健团长，他会拿那一串那个祖鲁族的那一串，买一串600多颗，那个最多啊。对啊，那我今天的重点就是你必须要能够知道，那我们拿木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孩子，你的目标要正确，不要只是为了拿这几颗木章，我拿了几种木章，我很厉害，我什么木章都有，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你拿了这些木章之后，你拿了这些阶段的木章之后，你必须要把你的学到的东西，然后呢，贡献给自己的团。然后你拿到什么样的木章阶层，你必须要尽到什么样的责任。我觉得这才是身为木章持有人应该有的态度跟观念。再来第4个，鼓励年轻的服务员能够加入木章的行列，让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借由木章的训练的过程，借由木章训练的学习，然后借由这些学习呢，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也能够同样享有童军的乐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服务员的年龄越来越老？就是你会发现服务员年龄越来越大，然后新进的服务员人数越来越少。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到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就是新的伙伴愿意承接上来的越来越少，然后都是我们这些资深的服务员在那边借由对童军的热忱在使撑。那所以这个地方，身为木章持有人也好，身为驻地训练员也好，身为队员也好，我们必须要去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投入这样子的行列。唯有如此，我们这个木章训练的体系才能够长长久久。然后我们也可以借由这样的体系去帮助更多我们未来的下一代，我们新进的服务员，让这个运动，我们认为这是个很好的运动，能够让它长久的发展下去。好，那我不知道，转眼间我已经讲到快50分了。对，好，其实我本来担心，其实今天有点怕会讲不完，但是我还是努力的讲完了啦。那只是说，希望今天我的这个分享，能够让大家对于木章这件事情，能够有更多的想法跟思考。然
后让我们一起在这条路上携手前进。好，以上是我的课程，谢谢大家。好，我们再次来谢谢雅兰。哇，好难得，就是在我们的这么我看一下，这是第10堂哈，讲最相对严肃的震惊的一堂哈，非常特殊。前面感觉上非常用心的，让大家很轻松的方式，哈拉带进场哈。可是呢，还是要严肃一些。对，就是使命感十足的状态啊，就是很清楚的，就是很白话式的方式跟大家交代。原来2科、3科、4科分别所带予给大家的意义，我们要思考的方向到底是在哪里哦？好，太好了，那我们谢谢我们的雅兰，那我们大家一样，我们就来先拍个合影吧。待会合照之后呢，就是如果有时间想要交流的留下来，那有事的呢，就是可以直接下去。哇哦，今天这么的好，这么多颗，你看被我们的雅兰给料中了。好，那好，愿意跟我们一起上镜头的，开心的，就是现在启动你们的镜头。哇哦，好看吗？来，都在了吗？有人昙花一现哈。好，都在了吗？都在了，我要来拍照喽。害羞哦，好来，3指的可以指圆哦。好来，3、2、1。好，都在吗？哦，好，等一下，不好意思，有人的没有，再来一次，好不好意思？好来，3，等一下在哪里？好，3、2、1。OK， 好，那这里哦，再来一张就搞定了。预备，对，那就好了。3、2、1，好，太好了。那我们谢谢各位。我会默默祈祷，痴痴等待。感谢观赏贝学院讲座，请记得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